是的，中国贵了。9月15日，马德里，曾经辉煌的圣十字宫，如今成了中美博弈的屠宰场。场内灯火辉煌，西班牙古典油画里的骑士神情肃穆，而桌子另一端，中共代表团却在暗暗冒冷汗。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冷冷甩下一句话：我们不会为了 TikTok 牺牲国家安全。刺眼的现实是 TikTok 不是中国的胜利，而是中国的软肋。TikTok 在美国有 1.7 亿用户，差不多就是美国1半人口。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 TikTok 早就不仅仅是一个娱乐 App， 而是美国年轻人的舆论阵地、选票发动机。川普甚至直言 TikTok 帮我在2024年大选赢得年轻人支持。这句话有多讽刺？数据摆在那儿 ，TikTok 在2024年的广告收入高达200亿美元，其中超过一半来自美国市场。也就是说，如果 TikTok 失去美国，它会瞬间失血。而美国政客心知肚明，握住 TikTok 的生死线，就等于握住了北京的喉咙。9月14日，中美代表团谈判6个小时，场外记者蜂拥，场内桌子上放满了咖啡和翻译耳机。美方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双双出席，阵容豪华。而中方呢？副总理领衔，眼神沉重，声音低沉。贝森特会后透露，中方提出了非常咄咄逼人的要求。什么要求？很简单，降低关税，放松芯片出口管制。换句话说，北京拿 TikTok 当筹码，想换一口喘息的空气。但美国的回应冷若冰霜，我们不会为了 TikTok 牺牲国家安全。美国的底牌很清楚，要么你乖乖卖掉 TikTok 美国业务，要么我们直接封杀。最后期限9月17日，也就是今天。如果在此之前没有结果， TikTok 将被全面下架。这就是现实。美国用最后通牒逼迫中国表态。北京原本希望通过谈判拖延，没想到川普直接签署行政令，第4次延长禁令，但也放下狠话，12月16日卖掉，否则关闭。就在9月16日，川普宣布我们找到 TikTok 买家了。这句话比任何经济数据都刺痛北京，因为它意味着 TikTok 的命运不在北京的手里，而在白宫。美国媒体说得很直白，甲骨文、特斯拉的马斯克、亚马逊，甚至 OnlyFans 的创始人都对收购 TikTok 虎视眈眈。分析师给出的估值高达500亿美元。500亿美元看似庞大，但对于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，这其实是耻辱性的数字。你要知道，中国光房地产泡沫里的烂尾楼市值就超过40万亿人民币。在这样的对比下， TikTok 的卖身价不过是杯水车薪。更残酷的是，这笔钱不是流入中国，而是让字节跳动割肉求生。中国人引以为傲的科技出海样板，就这样在美国的议程表里被随意切割。很多人可能还没意识到， TikTok 事件不是简单的商业交易，而是美国的战略压制。贝森特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，我们达成了一系列协议，主要是关于未来不会做的事情，这些都不会影响我们的国家安全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即便 TikTok 交易完成，美国也会继续限制中国获取核心技术，不会放松关税，不会开放芯片。换句话说，北京妄想用 TikTok 换芯片、换市场，注定是痴人说梦。数字冷冰冰。2024年，中国半导体进口额同比下跌 22%， 创下历史最大跌幅。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制造业 PMI 连续6个月低于荣枯线，陷入衰退。截至今年8月，中国出口同比下降 7.4%， 其中对美出口暴跌 12%。这才是真相。 TikTok 不过是美国手里的一张牌，而中国在更关键的科技和贸易战场上已经节节败退。
谈判桌上刚被羞辱，几分钟后，北京宣布 NVIDIA 违反反垄断法。彭博社直接评论这是报复。可是这样的报复能改变什么？ NVIDIA 去年在中国市场的营收高达170亿美元，但与此同时，美国出口管制直接让中国的 AI 芯片研发陷入瘫痪。北京禁止 NVIDIA 不过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。更讽刺的是，美国市场根本不在乎。纳斯达克当天收盘 ，NVIDIA 股价依然上涨。资本市场冷酷无情，用最直接的涨跌告诉北京，你根本不重要。TikTok 卖不卖，其实已经不重要了。真正重要的是，它揭开了中国未来的底牌，被全面卡脖子。想象一下，一个14亿人口的超级大国，竟然要靠卖掉一个短视频应用来换喘息机会，这背后是多么荒诞的现实。美国的算盘很清楚，让你在科技、金融、国际资本上全面受制。TikTok 只是个开始。先看出口。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，2025年8月，中国出口额同比下降 7.4%， 连续第5个月下滑。其中对美出口更是暴跌 12%， 这是自中美建交以来最糟糕的局面之一。再看债务。财政部数据显示，中国地方债务规模已经突破40万亿人民币，其中超过12万亿是隐性债务，根本查不清。这些债务正在像癌症一样吞噬中国的未来。最后是就业。国家统计局被迫删除青年失业率的数据，但国际机构的估算更加残酷。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16至24岁人群失业率超过 30%， 这意味着每3个年轻人中就有1个找不到工作。这些数字拼凑出的画面是一个国家的真实困境：外贸断血，财政崩塌，就业绝望。你可能会问，一款短视频应用怎么能牵动整个国家的命运？答案很简单，它是中国为数不多能在全球市场站稳脚跟的互联网产品。微信、支付宝、淘宝、百度，这些在中国风光无限的 App， 在全球几乎没有存在感。只有 TikTok 真正打进了美国、欧洲、拉美，成为全球年轻人必备的应用。所以 TikTok 就像一块遮羞布，掩盖着中国科技出海的苍白现实。可惜这块布被美国毫不留情地撕开了。川普的话一针见血， TikTok 可以留下，但必须是美国的。这句话就像刀子扎进北京的心脏，因为它暴露出残酷真相，即便中国创造了全球爆款产品，最终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依然要归美国。TikTok 的悲剧不是偶然，而是必然。因为无论是芯片、操作系统，还是云计算、数据库，中国都严重依赖美国。没有美国的安卓系统，就没有今日的智能手机；没有英伟达 GPU， 中国 AI 行业瞬间瘫痪；没有美国的一代工具，中国半导体连设计都走不下去。数据证明了一切。2025年第一季度，中国对美高科技依赖度仍高达 70% 以上。全球前10家云计算公司里，中国只有1家阿里云，但其全球市场份额不足 4%， 而亚马逊 AWS 和微软 Azure 合计超过 50%。在全球半导体设备市场， ASML 一家荷兰公司就掌控了 90% 以上的光刻机供应，而中国完全买不到最先进的 EUV 设备。这就是现实。 TikTok 再火，也无法改变中国在核心技术上的贫血。表面上 TikTok 的卖身只是资本游戏，实际上被出卖的是中国普通人的未来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在谈判桌上，北京本想用 TikTok 换取美国降低关税和放松技术管制，可美国冷笑一声，根本不答应。这意味着所有的痛苦和代价最终会转嫁到中国的普通人身上。
数字已经在警告。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仅 2.1%， 创下改革开放以来最低水平之一。社会科学院报告显示，超过3亿人处于负债家庭状态，靠信用卡和消费贷维持生活。住房市场持续低迷，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跌 24%， 意味着无数中产的财富蒸发。一句话 ，TikTok 只是谈判筹码，真正被牺牲的是千千万万普通家庭的生活。很多人以为只要 TikTok 交易完成，中国就能松一口气，但事实正好相反，这才是更大危机的开始。美国已经嗅到血腥味，既然能用一款应用逼你屈服，那就能用更多的牌碾压你。下一步是什么？可能是华为的 5G， 可能是中芯国际的芯片，甚至可能是中国的支付系统。别忘了，美国国会去年还通过了保护美国金融安全法案，明确规定要调查和限制与中资背景有关的金融应用。如果支付宝、微信支付有一天被美国列入清单，你觉得会发生什么？马德里的谈判不过是序幕，真正的剧本是一个被债务压垮、被技术卡死、被资本抛弃的中国，在世界舞台上节节败退。TikTok 只是这场大溃败的缩影。更可怕的是，中国的未来不是掌握在自己手里，而是牢牢掌握在别人手里。今天是 TikTok， 明天会是什么？没有人知道。唯一确定的是，中国跪下的那一刻，世界看得清清楚楚。